导儿先呗。之前向大家征集不敢吃的美食，很多人提的什么毛蛋啊、鸡屁股，这些我从小吃到大，都是很难得的美味。还有很多昆虫，比如蜂蛹、蚕蛹。知了猴，知了猴呢又被称作唐僧肉啊，可见它有多么好吃。还有一种小时候经常吃的昆虫，印象特别深，只有在下雨天的清晨才能捉得到的，我们叫它水牛，但是不知道这玩意儿学名叫什么，也是非常难得的绝顶美味。所以很多东西啊，看着瘆人，但是你只要尝一口，就可以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我呢一直都想去云南尝当地的百虫宴，不过云南前几年我们已经去过了啊，神游香格里拉，吃了一顿君子宴。那我们今天呢就转战贵州，尝一下黔东南地区流传的美食牛瘪火锅。所谓牛瘪呢，其实就是牛肚子里消化到一半的青草和草药，挤出来汁水就是牛瘪汤了。当地人叫它白草汤，认为它可以强身健体，但是外界呢喜欢叫它牛粪火锅，只是这样叫确实不太恰当啊，它最多算是5分熟的牛粪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东西闻着确实是牛粪味儿啊，就是牛棚里的那股味儿，但也不完全是牛粪味儿。闻着突然想喝一口是怎么回事？还有一点也不是青草的味道，就是可能是某种香料味。这个卖家还非常贴心啊，送了一包牛胆汁，好像黔东南当地的牛瘪火锅都会放这个东西，但是外地人第一次吃可能接受不太了。不过既然追求刺激，就贯彻到底了。Nice。汤底的原料准备好了，这个牛肉我准备的是一块神户和牛眼肉盖。哎，上次那块神户牛肉把我吃吐了，但是商家跟我说这个眼肉盖特别适合打火锅，而且眼肉盖呢比眼肉便宜多了，这个一斤才600多块钱。我看着这个脂肪含量估计有70%以上了，不过刚好这个牛瘪汤有健脾胃、解油腻的作用。我们今天呢就试一下火锅界的暗黑王者和牛肉界的嘴强王者，哎，他们两个放在一起。这玩意儿现在闻着还是臭的，但是已经不一样了，它混入了香料的味道，变成那种香臭的，你闻着臭，但是还有点想吃。入口会有轻微的苦味，但是苦味之后又微微回甜，有点苦尽甘来的意思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神户肉确实是嫩，但是还是有点腻的。再试一下直接涮着吃，蘸一点辣椒面，直接涮着吃口感更软嫩，而且肌红蛋白的风味更浓。不过我现在微微有点反胃，不是因为它的臭味，而是因为这个神户牛实在是太腻，有点吃不消。不行，吃完这一块不吃了，不然回头又要吃吐了。这些就是我们平时吃火锅常见的食材。它这个吃完之后，你嘴巴里没东西的时候，吸一口气，它是像刚刷完牙那样有点发凉，最后再尝一口这个汤。
哦，这个汤真的就是药膳的味道，这个有点吃不来。好，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做一个总结。这个牛瘪火锅啊，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入口，就是比我预想的要好吃多了。但是如果问我会不会还想吃第二次，应该是不会的啊。我吃了一次，知道这个东西大概是怎么回事，满足了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就可以了，远远没有好吃到就像知了猴那样，哪一年没吃到就馋得慌。但总体来说，牛瘪火锅确实是一道非常有地域特色，可以感受到黔东南风情的一道美食。大家如果没尝过的话，也可以像我一样啊，自己买牛瘪汤回来做，吃着牛瘪火锅神游贵州，国庆节都省着出门了。当然了，想感受贵州风情也不一定非要吃牛瘪火锅，游戏里也一样可以。比如 QQ 飞车手游最近就和贵州市政府旅游局破圈联动，推出了2款贵州风情地图。在游戏里呢，不光有西江千户、网红苗寨，还有北盘江大桥这样的现代科技风貌。2款贵州主题地图可以随意切换，还有全新萌宠酸汤鱼陪你作伴，让你足不出户就能游遍贵州。快下载游戏体验吧！